景清的一句拨开云雾见月明，一下便说中了萧初然的内心所想。以前那些疑问，叶晨从来不说，他也不好过问，更没有什么第三方的人能够帮助自己解答，所以自己才把那些疑惑都埋藏心间，甚至有时候还不免用叶晨的那一套逻辑来宽慰自己。可是这一句拨开云雾见月明，就仿佛重重迷雾中忽然打下的一道惊雷，让他隐藏的求知欲忽然翻涌起来。于是他一脸虔诚地看着景清，说道：还请法师为我解惑。景清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你老公的命格，亿万人中难寻其一，所以他必然是人中龙凤，能力与地位也都十分超然，甚至应受万千崇拜。这，萧初然皱着眉头说：我老公好像也没有法师说的这么厉害，他就是自学成才，比较擅长给人看风水，有些企业家大老板挺信任他，倒是真的。非也。景清微微摇了摇头道：如此命格不凡之人，若是经商，至少也是全球10大富豪之一，若是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，也至少是能到诺贝尔奖拿到手软的水平。如果在你眼里并没特别不凡之处，那一定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你的问题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你窥探事实。萧初然惊讶不已地问：有这么厉害吗？景清点头说道：你可能没听说过生龙命格，据我所知，这世界上恐怕也就你丈夫一人。说到这，景清语气严肃地说：想成为生龙格，首先自身必须得是龙格，其次是还要有同为龙格的父亲加持，只有极为杰出的父母呕心沥血牺牲自我，才有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。他的父母必定是人中龙凤，而且是亿万人中难寻其一的那种人中龙凤。萧初然半信半疑，这是不是太玄幻了？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老公的爸妈肯定也都是人中龙凤，可他是个孤儿啊。景清微笑道：施主莫要忘了，孤儿在没有成为孤儿之前也是有父母的。萧初然一时有些无法理解，叶晨自幼就没了父母，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自己问过他对父母的记忆，他总说父母就是普通人，一次意外两人双双去世，只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最后被福利院收养。可景清法师却说他父母一定是人中龙凤，而且是亿万人中难寻其一，那得是多厉害的人才能当得起这个说法。如今叶晨与景清法师两人所说的刚好互相矛盾，若其中一人所言为真，那另一人就必然为假。真的是谁，假的又是谁呢？虽然不太愿意承认，可他心里的天秤已经开始倾斜。他觉得结合自己心里那些疑惑来看，似乎景清法师的可信度要比自己老公叶晨高一些。这时景清看着他问道：施主，你说你丈夫名叫叶晨？贫僧忽然想起燕京的叶家，不知你可否听说过？燕京叶家？萧初然脱口而出：听说过啊，叶家的实力在全国都能位列前茅，金陵的帝豪集团好像就是叶家买下来的。说到这里，萧初然心里忽然咯噔一下，暗忖：帝豪集团、叶家、叶晨，这其中难道会有什么牵连？他忽然想到当初帝豪集团刚传出易主的消息时，萧家也正面临困境，那时候奶奶一心想拿下帝豪集团的合作项目，结果自己懵懵懂懂的出面，本以为肯定没机会，却没想帝豪集团的副董事长王冬雪对自己非常认可，不但把合同给了自己，甚至还专门来参加了萧家当时的发布会。那个时候他就没想明白，自己何德何能可以让王冬雪如此照顾。可如果叶晨与叶家真的有关系，那这一切似乎就能说得通了。他一下紧张起来，看着景清问道：法师，听您这么说，我丈夫难道是燕京叶家的人？景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非常认真地说道：据贫僧所知，叶家当年最出色的第2代接班人名叫叶长英，他的老婆安承熙来头更大，是美国第1华人家族安家的长女，安家实力甚至比叶家还要强出几倍不止。
这二人曾经在华人界名气极大，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享有盛誉。不知施主有没有听说过？有的，萧初然点点头。叶长英其实他不太了解，但安承熙的故事是无数华人女性的励志榜样。她去美国参加大师班培训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是安承熙的铁杆粉丝。她心里更加紧张，问景清：他们跟我老公难道有什么关系吗？景清继续说道：贫僧听说过一件事，大概才20多年前，他们夫妇二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敌，后来两人离开叶家，最后遭遇仇杀，双双殒命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萧初然点点头，如实说：我也有过耳闻。景清又问：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遭遇不测的？萧初然头摇得如拨浪鼓：这个还真不清楚，法师知道吗？景清微微点头，看着萧初然，认真道：他们二人20多年前便是在金陵遇害。金陵？萧初然顿时瞪大眼睛，似乎已经有所预感。他的呼吸越来越快，心跳也越来越快，越来越乱。景清这时又道：叶长英与安承熙夫妻两人只有一个孩子，是个男孩。夫妻俩遇害之后，那个男孩自那下落不明，再没人知道他在哪里，是生是死。萧初然感觉大脑之中如五雷轰顶，他回想叶晨的年纪，下意识问：法师，那男孩失踪的时候多大？景清看着他满是骇然的眼睛，掷地有声地说：他失踪那年刚满8岁。啊！萧初然有些眩晕，勉强才稳住身形，紧张地说：我老公就是8岁时进的福利院，他在福利院一直生活到18岁，而他马上就满29岁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？景清淡然道：从命格来看，你丈夫的父母绝非等闲之辈，而叶长英与安承熙恰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中龙凤，而且你丈夫也姓叶，现在姓氏、时间、地点也都吻合。贫僧觉得你丈夫应该就是叶长英与安承熙的独生子。